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中美商战烽烟再起，针对美国，中共是同时启动了3场，而不是1场商战。这是策略还是决裂？历史上，川普对中共在关键时刻的多次退让，让多大程度上鼓励了中共得这次冒进？深入研究细节，你会发现，这大概率又是一个命运的拇指触碰历史轨道的奇妙事件。中共做梦也想不到，他们精心谋划的一盘大棋，却很可能毁在白宫小编的一个错误上。我在9月27日的节目中就预言了中美关系此前的回暖迹象，只会是昙花一现。当时我主要还是从中美是地缘政治对手的角度进行分析的，但是世事突变的速度完全出乎我的意料。2周后，竟然是中共先在贸易领域打响了对抗美国、控制世界的第一枪。10月9日，中共商务部突然发布了2份重磅公告，对稀土及相关技术实施前所未有的严格出口管制。这次中共管制的对象不再只是中国企业，而是全世界。第二天，川普就在他的社交平台上连发长文表达震怒，随即对中共祭出史无前例的一次增加100%的惩罚性关税的决定。当天，美国标普未来指数就应声下挫近3%，创下自4月份川普宣布新贸易政策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中美贸易死战的阴云再次笼罩世界。在深入分析前，我们先清理一下关键事实。在中共商务部10月9日出台的2个有关稀土的公告内容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让川普和世界如此震惊？中共为什么要把相关的内容放在2个公告中推出，而不是放在一起公布？首先，我们来看编号为商务部公告2025第61号的这份公告。公告的官方名字是公布对境外相关稀土物项实施出口管制的决定。单从标题，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不就是加强稀土出口管制，老调重弹。但是你仔细看条款，你会发现这其实可以被称为是中共控制全球供应链的血统认证。它第一次明确把中共对贸易的管制权延伸到了世界。它首次确立了对全球稀土产品的中国血统认证。这个公告规定，任何境外的公司和个人，注意是境外的，如果你制造的产品里面含有来自中国的稀土材料，哪怕只占你整个产品总价的0.1%，那么你想把这个产品从你的国家卖到另一个国家，不好意思，你必须先向中国商务部申请许可。再说一遍，假设一个德国工厂用了一点中国的稀土原材料生产了一个价值$5000的零件，现在想把这个零件卖给一家美国公司，只要这个零件中有价值$5的中国元素，根据这个规定，这笔交易都需要中共点头批准，才符合中共的这个规定。这还不是全部，公告还规定，只要你使用源自中国的稀土相关技术在海外生产产品，无论产品里有没有中国的稀土元素，出口时同样要申请中共的许可。这本质上是在宣告，只要你的产品沾了中国的边儿，无论是中国的料还是中国的技术，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你的贸易都在我的管辖范围之内。这是把中共的国内法完全变成了规范世界贸易的准则。而且这个公告还明确说了，如果你想出口利用稀土的产品被用于研发或生产14纳米以下的逻辑芯片或256层以上的存储芯片，每一笔交易都需要中共的严格审批。另外呢，如果你的产品是有军事用途或者是为了提升军事能力的，中共公告明确表示，你就死了那个心吧，你几乎是不可能拿到中共这边的出口许可的。所以中共的这个公告不再是简单的我不卖给你了的问题，而是全世界怎么卖都需要我同意的问题。这就彻底的改变世界贸易游戏的规则。从电动汽车到风力发电机，从智能手机
到 F-35战斗机，全球几乎所有高科技产业都离不开稀土。中共的这一招等于是把手直接捏在了全球高科技供应链的咽喉上，让谁死谁就得死。有人可能会问，中共出台这些条款也太霸王了，他们难道真的认为自己有实力能确保这个规定在全球的可执行性吗？这其实是一个关键问题，我们下面会认真剖析这一点。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编号为商务部公告2025第62号的这个第二份公告。公告的官方名字是公布对稀土相关技术实施出口管制的决定。如果说前面61号公告是中共在管物，那么这个62号公告就是中共在管人和思想，是对稀土相关技术城墙的即时加高。这份公告管制的范围极广，把所有与稀土相关的技术都列入了出口管制的清单，从最上游的开采选矿，到中间的冶炼分离，再到下游的磁材料制造和资源回收，整个产业链的技术未经许可一律不许出口。而且它对出口的定义极其宽泛，它不仅包括你把图纸数据卖出去，还包括通过投资、交流、传授技术、联合研发，甚至是雇佣、咨询等任何方式向外国提供技术，这都不行，这都算出口。这意味着什么呢？一个目前在外国的前中国稀土工程师，如果想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理论上都需要中国商务部的点头批准。公告还直接指出，中国的任何人和组织都不得为境外的稀土活动提供任何帮助和支持，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为违反管制的行为提供中介、撮合、代理、金融等服务。而且这个第62号公告是自发布之日起，也就是10月9日起即刻生效。通过这个公告，中共把稀土的技术城墙在一瞬间加高到了燕雀南飞的状态。现在两个公告的内容我们都清楚了，都是管稀土的，一个是管物，一个是管人和技术。那中共为什么不把这些内容放在一个公告里呢，而是要拆分成两个呢？我们前面提到了，管技术的那个公告是10月9日立刻生效，但是那个管物的61号公告却明确说是要到12月1号才生效，这个时间差里面就大有文章。有人说12月1日生效，目的是给中共政府机构、给中国和世界的公司留出一个准备窗口期，这个解释很牵强。这个政策是中共商务部高调公布的，在公布前，公告内容肯定是在中共体制内被研究过的。如果中共真的想严格执行这条公告，中共内部一定会已经在执行层面做了研究和准备的，应该不需要将近2个月的时间做执行层面的准备。而且这个公告是针对产品，谁都知道公告一旦公布，很多企业就会立刻行动，给未来囤积大量所需的相关零件和产品。所以这个准备窗口期越长，政策最终的效果就会越被削弱。因此，如果中共真的一门心思想让他的第61号公告产生最大的影响力，公告后超过3个星期的11月1日应该是一个更合理的生效时间。但问题是10月1日那天另有大事要发生。10月31日和11月1日是2025年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也就是 APEC 峰会，在韩国正式召开的日子。前些日子，在中美关系表面回暖的时候，川普和习近平有意在这次 APEC 峰会时见面，而川普和习近平的见面也就成为此次 APEC 峰会最受关注的项目，因为他们的这次见面实在是太重要了。未来中美贸易的基本框架应该就在他们两人的会谈中被敲定，随后双边谈判团队的讨论主要是在细节和技术层面实现川普和习近平同意的那个基本双边贸易框架。各种迹象显示，中共高层对这次川习会非常重视。我在9月27日的节目中就谈到了，中共高层近期在全力维护目前中美关系回暖的状态，希望在川习 APEC 会前不要出任何娄子。9月21日，
中共总理李强在北京会见了美国国会代表团时，还有在9月25日他在联合国会议期间在纽约会见美国企业高管和学者时，都强调目前中美关系回暖的重要性，还说美中两国就像一对夫妻，会争吵，但最终彼此需要。9月25日，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还在纽约和在美的中资企业开了个见面会，特意敦促这些在美的中资企业千万不要把他们在中国的内卷带到美国，给目前中美回暖的局面添乱。从中共高层的这些言论看，中共目前的对美关系原则不但不是要和美国决裂彻底翻脸，而更大的可能性是想办法和美国通过谈判的方式维持目前表面的回暖状态。从2017年起，在和川普的一系列交锋中，中共和习近平都知道川普在谈判桌上很难缠，同时全世界人都知道川普的世界观是从一个商人的视角形成的。川普时常会把谈判桌幻化成牌桌，认真考虑自己和别人手里有什么王炸牌，这已经成为川普在谈判过程中决定自身态度以及自己会如何让步的重要依据。从这个视角考虑，那就不难理解中共近期的一系列行动。这些行动其实都可以被看作是中共和习近平在努力为3周后的川习会给中共和习近平这边多搞几张王炸牌或者是筹码。其实中共近期给自己造王炸牌的努力在多个层面展开。换句话说，中共对美国在商业方面的攻击不只是在稀土这一个战场上展开，几乎在同一时间，中共在船舶停靠费、在芯片领域都针对美国发起了进攻。针对美国政府准备对中国拥有和制造的船舶征收港口费的这个计划，中共交通运输部10月10日表示，凡有美国公司或个人拥有、运营或在美国建造的或悬挂美国国旗的船舶，如在中国靠港，每次都按每净吨400元，约56美元的高价收费，而且这个费用今后会逐年上调，直到2028年提高到每净吨1120元，约150美元。这个高价费用将于公布后的第4天，也就是10月14日生效，和美国对中国船舶和中国制造的船舶开征高价港口费的时间是同一天。中共的交通部在声明中明确说，这是中方对美国错误做法的反制措施。另外，中共市场监管总局10月10日表示，他们已经就美国半导体制造商高通收购以色列公司 Autotalks 一事发起了反垄断调查。市场总局说，调查将关注高通在收购这家以色列芯片设计公司的过程中是否存在未依法申报相关细节，从而违反了中共反垄断法的情况。当然，中共也清楚，这些措施不会给习近平在和川普的会谈增加太多的筹码，因为在海运领域，美国和美国制造的船只数量和中国拥有和中国制造的船只数量根本就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因此在停泊费用方面，美国绝对是全胜。对高通的反垄断调查威胁的也只是针对一个美国公司的行动，无关大局。因此，如果川普想给习近平搞出一个王炸牌，他们就必须从稀土这个战场出击了。从我们前面解释的中共那2个有关稀土的公告，大家可以看到，特别是那个直接掐在全球高科技供应链咽喉的第61号公告，显然是中共的主题筹码。那个公告不仅仅是针对出口美国的稀土产品，而且让自己拥有了对全球贸易的发言权。中共这个霸道设计，主要是担心美国会学自己，用各种方法规避中共对美国单独的贸易限制。例如，如果中共只针对美国实施稀土产品的出口管制，中共担心一些美国公司可能会通过第3国公司购买，然后转卖给美国公司，让中共自己这张稀土牌不那么王炸了。因为这套做法对中共来说，那实在是太自然的操作了。所以中共必须花心思来补这个按照他们的观念来说是个巨大的漏洞。结果就是我们
看见的那个让世界惊愕的要控制全世界贸易的61号公告。我们前面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共这个公告针对的是全球贸易，那么中共真的认为他们有实力保证这个规定在全球的可执行性吗？谁都知道中共能够在全球执法的能力非常有限。中国人有个说法叫做叫的狗不真咬人，同样的道理也适用在中共这个61号公告中。这个法规制定的越是张牙舞爪，越是展现出重塑世界贸易的张扬，就越说明中共大概率是用它来作秀，给贸易谈判搞王牌。我们前面也提到了，这个公告毫无必要的把它的生效日期定在了12月1日，也显示中共在制定这个生效日期时充分考虑了原来可能的川习会时间。基本逻辑是在川习会前，中共用他的这个稀土王牌来给川普极度施压，然后让习近平有机会在川习会上赢得川普在一些关键贸易条款上做出实质让步。那么然后让61号公告这把剑再悬在中美谈判团随后的会谈中，保证川习会上习近平赢得的关键承诺能够形成某种形式的初步文字。当然，把61号公告的生效日期定在那么晚的时间，也让中共有个担心的地方。稀土其实并不稀少，在稀土储量上，中国并不能垄断世界。中共对世界稀土产业的垄断，主要是从稀土开采到提取再到制成产品过程的一整套技术的垄断。中共的稀土开采约占全球的 60%， 而在对稀土的精炼加工领域更是占到世界份额的 90%。 中共的这套技术产业规模和全球垄断地位，是中共过去20-30年以污染中国环境为代价搞出来的。要掌握这套技术，虽然不会像制造高级芯片那么难，但是任何国家要从头开始，也需要一个摸索的过程。中共知道，如果换了自己在目前的情况，自己一定会开始利用一切手段快速发展自己的稀土工业能力，其中包括从有技术的国家挖掘已有的人才和技术，特别是在61号公告对美国和世界在稀土领域全面施压后，这就是那个62号公告出台的背景。这个62号公告可以看作是为实现61号公告，也就是在这个稀土问题上向全世界摊牌的一个辅助公告。它立刻生效，就能在世界意识到中共要把稀土这张牌打到极致，打到控制世界贸易的高度这个时刻，确保对这个稀土技术在这61号公告的长窗口期的保护，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延缓其他国家未来发展稀土工业的时间。因此，综合我们前面分析的方方面面，中共似乎是从软到硬，从政治到经济，给这个川习会做了全面的准备，确保习近平能在这个川习会中得到最大的成功。这对习近平这个阵营非常关键。过去1年，外界流传如此多的有关习近平权力被挑战的传言，那些传言应该不全是空穴来风，就是习近平的权力没有那么大的危机，也至少暗示在中共内部可能有一个系统的势力在紧盯着习近平的权力。川普和习近平原计划在 APEC 的会面，虽然讨论的是两国贸易的未来框架，但是因为外贸在中国经济目前的地位，这个会谈可能会被定性为决定两国未来国运的大事件。因此，这个会面对习近平和他的派系来说压力非常大。如果这个会谈造成的结果是中国在这次会谈后从此在和美国的贸易中处于全球劣势，那么有人就可能把责任推到习近平的头上。目前美国对中国的商品的平均关税是 58%， 中国对美国的是 33%， 就是双方在其他方面的牌在会谈中互相抵消了，最后双方就是维持了目前双方的关税数字。那么中共对美国的贸易未来在世界范围也是要输了的。面对这个从下往上逆袭攻击的谈判状态，习近平和他的团队意识到必须要用稀土
这张王牌向川普施加极限压力，以求在这个逆袭中让美国放弃目前在贸易关税方面的部分优势。根据我的分析，中共推出的那2个让川普暴怒的稀土公告，不是为了和美国决裂，而是中共谈判的策略，是习近平阵营精心策划的为习近平和川普会面储备的王牌。中共推出的这2个公告，不是为了让川普暴怒，而是让川普在谈判前认清形势，愿意对习近平多做一些让步。但是中共千算万算，却万万没有想到，他们这一切算计有可能毁在白宫的一个小编手里。在任何一个艰难的谈判中，成功的关键就是让对手感到压力，但是又不激怒对手。显然10月10日，川普是被中共这2个稀土公告给彻底激怒了。我在10月9日看到了中共这2个公告时，我虽然惊叹于中共的一系列霸王条款，但是我前面的分析已经解释了为什么我最终认为这应该是中共在为3个星期后川普和习近平的会晤做准备，是双方贸易谈判这盘棋的一部分。因此当我10月10日上午看到川普的推文后，川普的震怒和惊讶却更让我吃惊。川普是一个有什么想法都直接说出来的个性，他在有关这个问题的第一个推文中的第一句话就是某些非常奇怪的事情正在中国发生。随后川普花了大篇幅讲述中共展现出对美国和世界的敌对态度，让他很吃惊。然后提到2周多后他和习近平在 APEC 峰会见面的计划对他来说似乎已经没有参加的必要了。当然后来他在回答记者问的时候说他没有正式取消和习近平在 APEC 的见面，但是目前从经济上对中共实施强力反击已经成为川普他的主要责任。然后警告美国人可能要经历一段潜在的痛苦，但是最终对美国来说可能是个好事。从川普洋洋洒洒满满2页的推文来看，川普被习近平气得有点进入祥林嫂模式了。我不相信川普团队真看不出来这是中共在给2人的会面做压力准备，因此我更相信这是川普在表演震怒，以此来展现和中共谈判前的一种姿态。不过川普特意提到好像没有必要再和习近平在 APEC 会面的这个说法，让我感觉川普又不像在完全表演愤怒。直到我看到10月10日下午他发的有关这个事件的第2个长推文，我才意识到为什么川普那么愤怒。川普在他的这个第2个长推文一开始就说，刚刚得知中国在贸易上采取了异常强硬的立场，他们向全世界发出一封极具敌意的信，宣称自2025年11月1日起，将对几乎所有他们生产的产品，甚至包括一些并非由他们生产的产品，实施大规模的出口管制。我看到这个推文后立刻有点懵，中共那个61号公告，我昨天看不是说是在12月1号开始生效吗？为什么川普说是11月1号生效呢？我连忙到中共商务部的官方网站上再次查看了61号公告，确认那个关键的公告的生效日期确实是12月1日，但是川普却在他的推文中清晰地说是11月1日生效。我先猜可能是川普的笔误，但是川普在那个推文的后面继续宣布说11月1日起或更早，视中国后继行动或变化而定，美国将在现有关税基础之上对中国加征100%的关税，同时我们将在11月1日对所有关键软件实施出口管制。看到这一点，我意识到川普在他的推文中提到的中共政策生效日期是11月1日应该不是他的笔误。川普似乎真的认为中共的公告就是要在11月1日生效。这样一来，川普对整个事件的震怒就变得可以理解了。让61号公告那样的政策，让它在12月1日生效，还是让它在11月1日生效，那释放的信号完全如白天和黑夜一般不一样。让它在12月1日生效，我们前面分析了，大部分人会把这个霸王公告解读为对2人在10月1日会面
储备筹码的行动。但是如果认为中共会让公告在 APEC 峰会期间生效，几乎所有人就只能从一个角度解读了：中共这是铁了心要主导世界贸易了，习近平是压根不想在 APEC 和川普认真谈什么了。如果川普真的是这样解读中共的公告的，那么川普此前的推文以及推文中表达的震惊和愤怒就变得非常容易理解了。所以说，川普这个对中共公告生效日期的误解，就成为目前让中美贸易战瞬间升级的关键因素。那么会是谁让川普产生这样关键的错误理解呢？我不清楚川普政府在收到中共有关稀土的官方公告后，常规的内部信息流程是什么。根据我在视频中看到的和在不同地方读到的有关川普白宫内部的运作状态，比较大的可能性是，收到中共公告后，白宫内部的一个工作人员首先看完文件后，在合适的时间向川普汇报了公告的核心内容，然后把公告交给川普，如果他想看的话，会让他自己再看看。在这个过程中，大概率是白宫的某个工作人员在向川普第一次汇报时，把中共公告的生效时间错误说成了11月1日。因为如果工作人员清楚知道生效时间是12月1日，就像我一样，那么就是川普自己先看错了。在川普随后准备推文时，也会有工作人员提醒川普。我在视频中就多次看到，川普的推文其实是他说，然后由专门的工作人员给他敲出来的。人都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弱点，一旦川普被人告知中共突然发布了这样一个面对世界的霸王公告，而且生效的日期就是他们原计划见面的11月1日，吃惊和震怒的情绪会迅速占据川普的整个大脑。在这样的情况下，川普自己去读公告，自己去核查这个细节的可能性就大大的降低了。但是偏偏就是这个关键细节上的误解，却引发了这个中美商战的世界危机，让世界再次笼罩在大国贸易战的阴云中。面对这样的结果，最无语的应该还是中共和习近平那边了。截止我做这期节目时，和川普宣布对中国商品关税一律提高100%，已经过去了超过24小时。让我震惊的是，我反复在网上查中共那边有什么回应。面对川普这一系列决定中美关系未来的重大公告，我居然没有查到中共高层那边对此有任何的官方正式回应，好像中共那边一下全都蒙圈了，整体进入了静默期。是呀，面对目前这个情况，中共实在是太难回应了。你让中共如何回应？按常规的你打我一拳我就要回你一脚的做法，中共应该也相应提升对美国的商品关税，那样一来，一个对中共经济伤害巨大的中美贸易战就真的要打起来了。这绝对不是中共希望看到的结果。但是你要是这时去和美国私下沟通，喂，川普老兄，麻烦你仔细看看我们公告的生效日期，我们写的可是在我们会面后1个月才生效。我这个公告就是为了在和你见面前给习主席筹备一些谈判筹码，只要你给我们面子，我们其实没有一定要实施这些条款的意思。如果中共真的这么向美国方面告白，那不就等于是把整台戏给拆了吗？而且事后这事情大概率会被川普这个大嘴巴在网上给爆出来，那中共和习近平的面子又往哪儿放呢？所以说，你说中共难不难？有朋友可能会说，这么重大的历史事件背后怎么可能是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乌龙呢？其实真的懂历史的都知道，太多的关键历史事件背后其实都是一些莫名其妙的偶然事件促成的。你比如说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刺杀事件能成功，那全是莫名其妙的偶然。未来这几天让我们都来拭目以待，看看这个事件会如何发展，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是不是又是一个命运拇指触碰历史轨道的奇妙事件。好，今天杰森视角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以及杰森新闻快递这2个频道。